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寒生知我意》故事解说。桃枝小腹骤然传来剧烈阵痛，临近生产的剧痛席卷全身，孤立无援的她只能独自硬扛生产的苦楚。就在她艰难待产时，狠心的舅舅舅妈正在四周疯狂搜寻她的踪迹。二人态度凶悍，笃定身怀六甲的桃枝跑不远，一心要将她抓获。两人一边仔细搜查，一边恶语念叨：吴家早已备好等候，就等着取桃枝的胎盘，今日务必找到她。搜寻片刻无果，舅舅舅妈满心恼怒，明明方才还撞见桃枝的身影，转瞬便没了踪迹。两人不肯罢休，在周边反复排查搜寻。绝境之中的桃枝满心惶恐，默默向神明祈祷，只求护腹中孩子平安降生。无助的他内心满是忐忑，疑惑自己是否真的要在这无人相助的地方独自生下孩子。就在这时，桃枝隐约听到一阵微弱的孩童哭声，心头瞬间一紧。紧随而来的舅舅舅妈立刻锁定了他的藏身之处，当场戳破他的行踪，对着他肆意嘲讽，辱骂他腹中孩子是来路不明的野种。看着步步紧逼、面露凶光的两人，桃枝彻底陷入绝望，苦苦哀求舅舅舅妈放过自己和刚出生的女儿。面对桃枝的苦苦哀求，舅舅舅妈毫无半分心软，厉声斥责他胆大妄为，竟敢瞒着家人私自生子。得知桃枝早已毁掉他们打算卖给吴家牟利的胎盘，二人怒火更盛，当即动了歹念，打算将桃枝和刚出生的孩子一并卖掉换钱。桃枝被两人的恶毒心思彻底震慑，慌忙起身躲闪。舅舅舅妈紧追不舍，现场局势危急万分。镜头切换至寺庙，顾寒生的母亲强行拉着他前来祈福求子。见顾寒生一脸不情愿，敷衍应付，顾母立刻厉声制止，让他静心跪拜。他虔诚对着送子娘娘祈福，恳请神明保佑顾家香火延续，不要断送在子嗣艰难的顾寒生手中。顾寒生看着母亲煞有其事的模样，满心无奈，忍不住暗自吐槽：若是神明真的灵验，顾家早已儿孙满堂，何须这般苦苦祈求？他无奈辩解，顾家子嗣单薄并非自己单方面的问题，还打趣说道：自己办公室鱼缸里养的全是公鱼，单凭一人根本无力改变现状。顾母全然不听他的辩解，执意让他诚心跪拜祈福。听闻这座寺庙的送子娘娘极为灵验，求子必应，他特意吩咐下人送来大量丰盛贡品，尽显虔诚。随后，顾母对着神明恳切祷告，哭诉顾寒生多年无子，性情执拗，恳请神明垂怜，赐下妻儿，延续顾家香火。顾寒生看着母亲恳切祈福的模样，正想出言劝阻，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打断。顾母无意间瞥见不远处带着孩子的桃枝，目光瞬间锁定孩童脖颈处的一颗痣，震惊发现这颗痣与顾寒生脖颈的痣一模一样。他瞬间激动不已，直呼佛祖显灵，认定这个孩子就是顾家的血脉，顾家终于迎来后代。随即又满心气愤，想要找到孩子的母亲当面质问。顾母立刻叫来随从，厉声质问为何放任陌生带害女子出现在此地。另一边，桃枝紧紧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夭夭，轻声安抚，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出声，一旦被舅舅舅妈发现，母女二人必死无疑。就在桃枝母女躲藏之际，搜寻而来的舅舅舅妈突然撞见了他，态度蛮横地上前质问阻拦。危急关头，顾寒生及时现身，强大的气场瞬间震慑全场。顾母立刻上前发难，质问顾家行事何时轮到外人肆意插手打扰。舅舅舅妈见到气场强大的顾寒生母子，瞬间慌了心神，连忙低头道歉，反复辩解只是一场误会。顾母立刻催促顾寒生快去追上刚才那对母女，切勿让他们离开。顾寒生满心无奈，劝说母亲不要凭空臆测，随意将陌生母女认定为自己的妻儿，觉得此事太过荒唐离谱。顾母态度笃定，直言孩子身上的专属胎记与顾寒生别无二致，大概率就是他的亲生女儿，让他不要轻易否认。顾寒生面对母亲的执念倍感无奈，随口调侃：若是母亲这般想要孙辈，大可自己再生一对弟妹。在顾母的强硬坚持下，顾寒生最终妥协，同意配合查验真相。他本想以公司事务为由脱身，却被顾母当场拦下，勒令结果未出之前半步不得离开。随后，顾寒生即刻吩咐特助成名，联系医生加急做亲子鉴定，验证孩子的真实身份。等待结果的间隙，顾母满心期许，不停祈祷，心愿成真。很快，鉴定报告出炉，数据显示孩子与顾寒生的血缘匹配度高达 99.99%， 确凿无疑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顾母看到结果，瞬间喜极而泣，激动高呼：顾家终于有后！他满心欢喜地介绍，依照顾家的血脉体质，这个孩子是顾家第18代独苗，更是顾家100年以来唯一的小公主，是全家的珍宝。顾寒生看着鉴定报告，满脸难以置信，
始终无法接受自己突然多了一个女儿的事实。尘封的记忆瞬间涌上顾寒生的心头，他猛然回想起来，多年前自己曾遭人下药，意识全程模糊。他瞬间顿悟，当年与自己阴差阳错产生交集的女子，就是如今的桃枝。那年药效发作，身体失控的夜晚，恰逢外卖员桃枝上门送餐，两人意外结缘。清醒后的顾寒生误以为桃枝是受人指使算计自己，当即厉声驱赶，直言自己最厌恶被人设计算计。后续调查结果印证了他的记忆，当年他中的是烈性媚药，若是半小时内未与异性结合，便会引发器官衰竭，危及性命。当时下属本想安排专人前来救助，却因时间紧迫，最终促成了他与桃枝的意外缘分。而当年的桃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怀上孩子，独自熬过怀胎10月。他抱着年幼的夭夭，满心愧疚地安抚女儿，自责让孩子生来没有父亲，缺少陪伴。他在心底暗暗发誓，往后余生，母女二人相依为命，彼此做对方唯一的依靠。知晓一切真相的顾寒生心绪难平，立刻下达全城搜寻指令，封锁所有机场、火车站等交通枢纽，务必将桃枝母女完好找回。放话找不到人，所有值守人员一律不许离开京市。下属全员出动，全力排查搜寻母女二人的踪迹。时光流转，为了养活女儿夭夭，家境贫寒的桃枝做起了外卖骑手，日复一日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谋生。这天，他正常接单送餐，却遭遇了顾客的恶意刁难。顾客不仅嫌弃送餐速度慢，执意要退单，还完全不听桃枝的解释，肆意发泄自身情绪。对方看到桃枝怀中的孩子，更是出言嘲讽，嫌弃他带着拖油瓶送餐，才导致效率低下。桃枝耐心解释，自己并未超时，餐品完好无损，不符合退单规则。可顾客依旧不依不饶，言语刻薄，直言嫌弃满身奶腥味的桃枝，觉得他的餐品让人恶心。这名顾客肆意贬低桃枝家境贫寒，无能养家，恶意揣测孩子的父亲是工地农民工，嘲讽孩子跟着这样的母亲是天大的不幸。桃枝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自己的女儿，当场出声制止对方的恶言恶语。顾客愈发嚣张，不断挑衅，扬言要投诉桃枝，让他彻底丢掉谋生的工作。就在桃枝手足无措，深陷刁难之际，顾寒生突然现身，当场制止了对方的嚣张气焰。这名无理取闹的顾客正是季嫣然。他见到顾寒生后，立刻收敛锋芒，亲昵地称呼他为寒生哥。顾寒生面色冰冷，厉声告诫季嫣然，若是想耍大小姐脾气，就立刻回己家，不许在顾氏地界肆意放肆。季嫣然连忙辩解，称自己是为顾氏集团颜面考虑，觉得外卖员带孩子上班有损公司形象。顾寒生全然无视他的辩解，当场吩咐特助程明取消公司所有生活服务岗招聘，破格录用桃枝次日入职，担任自己的专属生活助理。程明闻言十分震惊，再三确认指令无误后，即刻着手办理。桃枝得知自己要入职顾氏，担任总裁助理，满心错愕，本想当场拒绝，可得知这份工作月薪3万，且允许带孩子上班，不影响工作后，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，他最终点头应允。工作人员贴心告知桃枝，顾总的女儿与夭夭年纪相仿，后续会有不少照料小小姐的工作，只要她踏实肯干，顾氏绝不会亏待她。桃枝满心感动，郑重承诺会尽心尽责，将顾总的孩子视如己出，悉心照料。私下里，他温柔安抚夭夭，暗暗发誓，就算女儿没有父亲陪伴，自己也拼尽全力，让她过得不比任何人差。一旁的季嫣然看着桃枝一步登天，破格入职高端企业，心中满是嫉妒与不甘，私下警告桃枝，不许对顾寒生产生非分之想，否则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次日，顾寒生向程明询问桃枝的入职情况，得知桃枝准时到岗，还带着女儿夭夭一同前来。顾寒生轻声默念母女二人的名字，只觉得格外悦耳。程明忍不住夸赞夭夭长相精致可爱，打趣说看得自己都想生女儿。顾寒生下意识脱口而出，直言自己的女儿更可爱。程明暗自心惊，感慨老板已然彻底沦陷，提前化身女儿奴。随后，顾寒生特意吩咐程明搜罗市面上所有适合低龄女童的高端用品，全部采购储备齐全，同时单独准备一套同款物资，让桃枝带回给夭夭使用。程明遵照指令，采购了上百款高端婴儿车、多国进口顶级奶粉、各类定制奶瓶等海量婴幼儿用品，物资堆满整间房间。程明暗自吐槽，这般储备量根本用不完，自家老板妥妥的重度女儿奴。桃枝看着眼前奢华高端的母婴物资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暗自遐想，若是自己的女儿也有父亲疼爱，想必也能拥有这般无微不至的呵护。上班期间，同事们纷纷夸赞夭夭长相漂亮，
好奇询问孩子父亲的样貌，猜测必定是相貌出众之人。众人闲谈之际，季嫣然再度出言刻薄嘲讽，直言两个底层普通人结合生下的孩子，生来就身份低微，注定平庸。刺耳的话语惊扰了年幼的夭夭，孩子当场哭闹不止。季嫣然见状愈发不耐烦，指责陶之带孩子上班，严重扰乱公司工作秩序。陶之连忙安抚哭闹的女儿，强硬回击季嫣然，直言对方可以随意针对自己，但绝不允许诋毁惊吓孩子。同时郑重表明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位母亲守护孩子的决心与力量。有同事见状想要上前抱抱夭夭安抚情绪，被陶之礼貌婉拒。陶之认真向众人解释，夭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体质特殊，一旦接触香水、烟味等刺激性气味，极易诱发病情，危及生命。众人听闻后心生怜惜，纷纷表示后续会格外注意，绝不携带刺激性气味靠近孩子。即便如此，没过多久，夭夭还是突然身体不适，状态极差。陶之瞬间心慌不已，这一切都是季嫣然暗中作祟，他暗自得意，认为这是陶之顶撞自己的下场。心急如焚的陶之顾不上工作，抱着身体不适的夭夭匆忙赶往医院。顾寒生得知陶之突然离岗，立刻向程明询问缘由。季嫣然趁机搬弄是非，吐槽陶之身为新员工琐事繁多，极度不专业，刚入职就带着孩子离岗。顾寒生并未轻信他的片面之词，追问详情后，得知夭夭心脏病突发，紧急送医。顾寒生瞬间神色大变，心头巨震。他猛然发现自己失散的女儿同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且年龄与夭夭完全吻合。多重巧合让他彻底笃定猜测，不再迟疑，立刻吩咐备车，火速赶往医院。一旁的季嫣然满心诧异，不解冷面自律的顾寒生为何会对一名普通单亲妈妈格外上心。医院之内，看着生命垂危的女儿，陶之无助地跪在医生面前苦苦哀求，恳请对方务必救活夭夭。手术室情况危急，医生当即决定立刻开展急救手术。匆匆赶来的顾寒生望着亮起的手术灯，心头莫名传来阵阵刺痛，心绪久久无法平复。手术紧急关头，医生告知陶之，夭夭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，手术急需输血，可医院血库储备不足，根本无法支撑手术需求。陶之瞬间崩溃痛哭，苦苦哀求医生想尽办法，为了救活女儿，自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医生一边安抚陶之，一边开启全院广播，紧急征集 Rh 阴性血的爱心人士。程明听到广播后立刻反应过来，连忙提醒顾寒生，他本人正是 Rh 阴性血，完全匹配。程明随即面露难色，低声提醒老夫人，若是知晓他私自为外人献血，必定会大发雷霆。顾寒生全然不顾顾虑，一心只想救下孩子，当即要求立刻进行血样比对。医护人员连忙上前阻拦，告知顾寒生，直系亲属之间严禁输血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。这句话彻底点醒顾寒生，所有疑惑瞬间豁然开朗。他100%确认，当年与自己意外结缘的就是陶之，夭夭就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顾寒生伫立在手术室外，满心焦灼，默默祈祷女儿平安无事。一旁的陶之悲痛自责，看着病危的女儿，忍不住感慨，若是孩子的父亲在身边，夭夭或许就不用承受这般病痛折磨。就在母女二人深陷危难之际，陶之的舅舅舅妈再次找上门来，两人嚣张跋扈，有恃无恐，直言陶之永远逃不出他们的掌控。二人上前强行拉扯陶之，言语极尽羞辱，嘲讽他把无名无分的孩子当作珍宝。陶之厉声警告二人，此处是医院，不许肆意闹事。可舅舅舅妈全然不惧，直言身为至亲，就算报警，警方也只会劝说陶之跟随他们回家。二人随即道出目的，早已为陶之敲定婚事，将他许配给老王，对方不嫌弃他生子，彩礼已然备好，今日必须将他强行带走。舅舅坦言，养育陶之多年，就是为了今日换取彩礼，就算强行捆绑，也要带他回去成婚。陶之誓死不从，为了保全年幼的夭夭，他被迫妥协，答应跟随二人离开，只求他们放过孩子。舅舅舅妈达成目的后暂时应允，同时出言威胁，若是陶之敢耍花招，就直接害死夭夭。随后两人强行带走陶之，将年幼的夭夭独自留在医院。医护人员发现母女失联后，告知前来搜寻的工作人员，家属已然放弃治疗，自行离开。陶之被强行送到老王手中，老王满心欢喜，直言陶之好生养，1个月内必定能为老王家添丁。当得知陶之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，老王瞬间心生不满，不愿替别人抚养孩子。就在众人僵持之际，顾寒生带着手下根据监控线索火速赶到，气场全开，厉声呵斥众人，谁敢动他的人，绝不轻饶。
老王和桃枝的舅舅舅妈瞬间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忙跪地求饶，试图辩解孩子身份不明。顾寒生不再隐忍，当众官宣自己就是夭夭的亲生父亲。恰逢此时，夭夭心脏供血不足，突发昏迷，桃枝瞬间慌乱大哭。顾寒生立刻温柔安抚，郑重告知他，夭夭是两人共同的女儿，自己定会全力护孩子周全。很快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接手救治，危机彻底解除后，顾寒生当即吩咐成明，将所有胁迫、伤害母女二人的人全部处置，让他们永远无法再靠近桃枝和夭夭。看着身形瘦弱、历经磨难的桃枝，顾寒生满心愧疚与心疼，深知这个柔弱的女人独自扛下了怀孕、生子、养家的所有苦楚，独自养育了自己的女儿。医生随后告知顾寒生，桃枝孕期长期营养不良，生产后从未休养坐月子，身体损耗极大，后续需要长期精心调养，做好产后康复，才能逐步恢复健康。顾寒生满心自责，主动揽下所有过错，谨遵医生的全部嘱咐。为弥补桃枝多年的委屈与辛苦，顾寒生当即下令，1小时内聘请全球顶级营养师和产后康复师，常驻顾家专职照料桃枝的饮食起居与身体恢复。他在心底暗暗许诺，桃枝甘愿为顾家担下血脉，顾家便此生认定这位儿媳，倾尽所有善待她。身体稍有好转，桃枝便执意下床，想要去保温箱看望女儿。不顾医生卧床休养的叮嘱，顾寒生无奈给出2个选择，要么自己抱着她前去，要么安心卧床输完药液。桃枝最终妥协卧床，看着细心照料自己的顾寒生，他心绪复杂，暗自猜测对方只是出于父亲的责任，才对自己和孩子悉心照料。他自我宽慰，夭夭确实需要父亲的陪伴，有顾家的资源保驾护航，孩子的病情和成长都能得到最好的保障。不久后，夭夭留观结束，身体状态良好。顾寒生当众介绍，桃枝是自己的妻子，夭夭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正式给了母女二人名正言顺的身份。回到顾家后，一众长辈早已等候多时。顾寒生逐一为桃枝介绍家人，告知他往后这里就是他的家，所有人都是他的亲人，他便是顾家名副其实的女主人。顾家父母对桃枝十分满意，满心欢喜接纳了他，主动让他改口爸妈，还拿出全球限量无限额黑卡作为改口费赠予他。桃枝受宠若惊，再三推辞不肯收下贵重礼物。顾寒生主动解围，直言自己的妻子自己宠，让他安心收下，还温柔调侃人多不便，晚间回房再任由他处置。顾家众人看着一家3口温馨和睦的模样，纷纷感慨顾家终于圆满。入夜后，桃枝想要独自哄睡孩子，让顾寒生回自己房间休息。顾寒生却告知他，这间就是自己的主卧，床铺宽敞，足够一家3口同住。桃枝连忙推脱，以孩子睡觉闹腾会影响他休息为由，想要另行安排房间。顾寒生温柔劝说，孩童需要父母陪伴才能安稳入睡，又借着孩子最佳睡眠时间为由，留住了母女2人。深夜，桃枝彻夜未眠，悉心照料哭闹的孩子。顾寒生一觉安稳睡到天亮，真切体会到为人母亲的辛苦不易。次日醒来，满心心疼地看着疲惫的桃枝。日常相处中，两人氛围温柔温馨。顾寒生心疼桃枝母乳喂养辛苦，提议后续给孩子喂奶粉，为他减轻负担。桃枝误以为他担心自己奶量不足，连忙开口解释。顾寒生随即温柔表明心意，只是单纯心疼他太过劳累。顾家父母格外宠爱夭夭，提前为他备好专属幼儿园、商场、游乐园、儿童美食城等全套高端配套。桃枝看着这般隆重的筹备，只觉得太过夸张。顾母却表示，顾家多年只得这一个小公主，所有宠爱都是理所应当，未来顾家的一切都会留给夭夭。随后，专属产康师到位，为桃枝定制高端药膳与康复方案。出身普通的桃枝自觉身子硬朗，无需这般精细照料，心中十分局促。在众人的再三劝说下，他才安心接受调养。顾母看着瘦弱的桃枝，满心心疼，不停数落顾寒生，自责没能早点找到母女2人，让他吃尽苦头。懂事的桃枝连忙宽慰家人，直言能被顾家接纳，拥有安稳生活，自己已然十分知足。休养期间，他不愿终日居家休养，再三请求回归工作。顾家父母拗不过他，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职场发展，不想因总裁夫人的身份被特殊对待，桃枝与顾寒生约定，暂时不公开两人的夫妻关系。顾寒生尊重他的想法，选择默默守护，暗中偏爱。重返公司后，员工们看到冷面总裁顾寒生突然带着孩子上班，纷纷议论不已，感慨总裁画风突变，化身温柔带娃奶爸。季嫣然看着顾寒生频频关注桃枝，心中的嫉妒与疑虑愈发浓重。
为了陪伴女儿，顾寒生甚至破例取消了重要的股东会议。陶芝得知后满心慌乱，担心耽误公司工作，匆忙赶往总裁办公室。顾寒生借着孩子的名义留住他，两人在办公室独处用餐，氛围静谧温馨。用餐途中，季嫣然贸然闯入办公室，借着递送标书的由头刻意纠缠，撒娇想要和顾寒生一同吃饭，缓和关系。顾寒生态度冷淡疏离，明确划清界限，直言两人只是普通上下级，无私交可言。拉扯之间，季嫣然不慎撞到头部，额头红肿。陶芝见状上前关心，顾寒生却第一时间护住陶芝，细致查看他的状况，全程无视闹别扭的季嫣然。事后，陶芝忍不住询问顾寒生对自己的温柔体贴，是只因自己是陶芝，还是只因自己是夭夭的母亲？顾寒生认真解释，自己与季嫣然毫无私情，只是碍于顾忌两家的世交恩情，才一直多加包容。他看出陶芝的隐忍顾虑，当即表示，若是他心生不悦，自己可立刻将季嫣然调离顾氏。陶芝格外懂事，不愿顾寒生因自己破坏两家交情，连忙出言劝阻。顾寒生便不再强求，暗自决定默默偏爱，护他周全。为了不让陶芝受委屈，他特意安排全公司员工享用下午茶，还为陶芝定制了专属高端甜品，低调宠溺，不张扬却格外用心。季嫣然看到陶芝的专属甜品，心生嫉妒，刻意上前嘲讽，谎称陶芝是沾了自己的光，才能吃到高端甜品，还贬低陶芝出身低微，不配拥有这般好物。陶芝从容应对，并未过多争辩。下班后，顾寒生亲自开车接送陶芝，这一幕被公司员工撞见，众人纷纷议论，猜测陶芝背后有靠山，并非普通单亲妈妈。季嫣然得知后怒火中烧，打算当众揭穿陶芝，让她在公司彻底难堪。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波，顾寒生始终坚定陪伴在陶芝身边，默默为她挡风遮雨。